我想鉴定一下这个罐子。这是价值100万的元青花。老二，吃饭呢？哥，你咋突然来了？快进来坐，我给您倒水。别忙活了，我找你是为了少华的事儿。是少华要见亲家的事儿吧？你放心，我到时候一定准时去。不用了，那天座位有点不够了，你别去了。之前已经说好的，而且我还是少华亲叔，这礼数可不能少啊！礼数，你瞅瞅你那个德行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件新衣服，浑身穷酸味儿。去了女方要问起来，你给少华丢的人可比你挣的那点面子多多了。大哥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吧？再怎么着，少华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见家长，我怎么也得去看看。不是我说话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真想去也行，到时候就当个透明人，别说你是大叔。我可真是一个废物，就连亲哥亲侄子都瞧不起我，连让我一起去吃顿饭都觉得丢人。要是有钱就好了。这古朴的造型，精美的纹饰，天哪，这是元青花，最少价值400万，又付了一个。要是付的人是我就好了。等等，这怎么长得和我家里的那个一模一样？400万，原来它真的不是个破罐子。怎么还没回？难道那直播间是骗人的？要不找个正经专家看看，万一真是个破罐子，我这不就是做梦娶媳妇儿？可鉴定费又得500块，这我怎么拿得出啊？王石啊，醒了，我有个坏消息得告诉你。陈村长，您快请坐。啥坏消息啊？镇上刚下了通知，咱们这片林子划进工业区了。护林员这岗位，怕是要裁撤，过几天招标一结束就要动工了。陈村长，这之前不都说好了要发展什么林下经济的吗？原来的老板撤资了，我们也想发展，可是没钱了呀，只能转给木材厂了。那我这以后干啥去啊？城里缺送外卖的，一个月只要勤进点，怎么也能挣个几千块。你可别说我不照顾你啊！送外卖？咋了？嫌累？不是，我这腿去年在林场又没让你跑着去，骑电车你怕什么？不想去就自己想办法吧，我能帮的就这些了。找工作啊？看你们这里招外卖员，想来试试。你那腿不碍事的，我能行。你说行就行，不过我可提前和你说清楚，要是干不到1个月提前跑的话，可1分钱都没有啊。你同意就行。身份证带了吗？王石，1990年生，32岁，之前都干过些什么？工地，护林员。行，有电车吗？得是大电瓶的那种。没有，你们这里不提供吗？谁跟你说我们提供的？没有的话就去买，租店里的也行，1个月700。能不能先上班，租金从工资里面扣？不行，从来就没有这一先例。再说了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连700块都拿不出来吗？钱，又是钱。那古董，唉。
石头，我怎么听说你的那份护林员的工作要被取消了？对，那边要改成工业区了。什么？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没事姐，村长给我找了个送外卖的工作，我去送外卖也可以，1个月好几千块钱呢。有工作就可以，刚好明天再给你介绍个对象。我不见，上次那个见了一面就直接把我微信给删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人家姑娘问你干什么，你说你是看树林的，谁给你？哎，要是爸妈还在的话，看你这样非气死不可。你看看，去，我一定去。这就对了，反正你现在也有个能赚钱的职业了，明天记得准时到啊。嗯。等人到了我再点。你咋来这么早？没事干就先来了。和你相亲的叫赵小玲，今年34，比你小2岁，结过一次婚，有个孩子。这次呢，主要也是给孩子找个爹，你待会儿说话注意点。我就是看林场的。你就不能说自己是林场负责人？林场负责人和看林场的听着能一样吗？那我还不如说我是送外卖的算了。随便你，反正等会儿你要是再搞砸了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小玲，这是我弟王石。你好。你好。小玲啊，你喝什么？我去给你点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在林场工作，不过马上可能去送外卖了。林场？怎么干不下去了？拆迁，那里划分成工业区了。送外卖倒也还行，虽然苦了点，但收入不错，以后可以给我儿子多报2个补习班。有房吗？有，农村自建房。车呢？之前有个电车，去年腿伤了，给卖了只腿了。那存款呢？还有151块3。151块3，你还真好意思说？连给你送外卖租电车都不够吧？确实不够，到时候可能还需要借一点。你又说啥了？看着像真的，建议送到专业机构检测一番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吗？姐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不用多，就500。给个准话，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是元青花。喂，老师，我这里有一个青花瓷来鉴定，对，就是元青花，各种细节都对上了，全对，您快来给确认一下。天工造物，鬼斧神工啊！这绝对是真品元青花，真的值那么多钱？小伙子，这件青花瓷你出不出？我可以现场直接给你530万。老先生，谢谢你，但我已经答应别人了，做人得讲信用。500多万现金都不要，你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我还是从人家知道的这是一件宝贝，而且我既然答应了对方，那自然不能骗他。小伙子有骨气，既然你这么坦诚，那么老朽也不介意帮你一把，免得你被骗。那个人叫什么？官员。官员？那不是小师弟吗？没想到他去做直播，还真的做出效果了。去给他打个电话，说这个东西我要了。小伙子，等会儿钱拿到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没想好。小伙子，听我的，花瓶卖了530万这件事儿和谁都不能说。前几年有个卖了块玉的，才卖了几十万。消息传出去之后，第2天家门口就排满了人，亲戚朋友都来借钱，最后弄得自家老大都和他决裂了，弄得里外不是人。那我该咋办？最好是直接放在银行里存个死期，每年的利息都能拿个几万块，基本够你花了。真要再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来找我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先生。老师，小师弟同意了，他说这个瓶子本来就是要打算买来孝敬您的。现在有钱了，那赵小玲那边没人接吗？不管了，先去少华那边吧，应该快开始了。
是老二失去，看来是真怕丢人，没敢来。可不是嘛，省得在这杵着，给少华败坏胃口。哎，这不是咱们小区那个新来的保安吗？爸，怎么放闲杂人进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急事找您汇报啊？哎呀，怎么是你？这儿正忙着呢，有什么事儿出去说，出去说。王石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跑这儿来丢人现眼干什么？哥，我找你有急事儿。那个瓶子真的值钱。瓶子？什么瓶子？王石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，想钱想疯了？不是哥，你听我说，就是当初分家的时候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老家的房子里面所有破烂归你，家里的存款、房子、地归我。当初可是公证过的，谁反悔谁是狗。怎么，现在后悔了？想来分一杯羹？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真不是来要钱的，我是想告诉你。行了，别在这演戏了。就算把钱给你，你这个废物能守得住吗？赶紧给我滚！今晚别再让我看见你，否则我报警了。可我真的不是来要钱的。我真的是想告诉大哥，那瓶子是真的值钱。而且少华，你咋能那么说我？我可是你二叔啊！哎，王石那屋里现在咋还亮着灯啊？不是说王强家孩子今天见亲家吗？听说在城里摆的场面可大了。是啊，就是奇怪，咋没见他的二叔去呢？你傻呀？那样的穷亲戚去了也是丢人现眼，人家肯定不敢叫。终究还是因为钱嘛。你给赵小玲打电话干啥？人家刚才问我说你连送外卖、租电瓶车的钱都没有，你怎么还好意思给人家打电话的？他说的？废话，不然我怎么知道的？你别自取其辱了，行不行？姐，我知道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啥事儿？你缺钱吗？你问这干啥？你是不是又要借钱？上次借你那500到现在还没还呢，你姐夫知道了跟我吵了一架。不是借钱，就是想知道。你确定？赵小玲那边你别想了，就算你现在租到电瓶车去送外卖，人家也不会跟你的。真不是。我跟你姐夫2个人加起来存折上也就4、5万块钱，房贷还欠着20万呢。你外甥今年上高中的钱还不知道咋办。我过2天手头会宽裕点，外甥上学的钱我可以先给你用一点。宽裕？连500块钱都要借，送外卖的电瓶车都租不起，你也好意思跟我说宽裕？我腿不是去年在林场不是受伤了吗？人家来找我了，说要赔点钱。真的假的？要赔钱早干嘛去了？现在才来？真的。赔了多少？姐，你别再问了，过2天等赔偿款下来，我一定先把那500块还你。外甥要用钱的话，你再和我说。还钱就行，你外甥那你就先别管了，我和你姐夫这还有钱。行。你和我说实话，那钱你没做啥错事吧？真没有。那就行，那钱你就自己留着吧。还有，如果真的缺租电车的钱，我可以再借给你点，但不许去干那种事儿。来了。530万，真的？钱呢？我王石终于有钱了。我再也不会让人看不起了。取3万块钱现金。您稍等，我叫一下主任。
王先生是吧？这边请，到贵宾室坐。不用了，就取个钱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取钱也得坐着取嘛。来来来，真不用。先生，我有点饿了，等下次再来吧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我要一个汉堡，再加一杯可乐。好的，先生，炸鸡、小食什么的需要吗？要，都来一份。好的，先生，稍等。真香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吃。还能再便宜一点吗？不行，都已经是清仓价了。你算算一共多少钱456，给450就行。不用找了。刚刚还在降价，现在又不用找了，是几个意思？他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啊？这车怎么和我腿出事之前的那一辆长得这么像？可那一辆不是在另一条街的那个车行吗？老板，这车是从哪儿收的？隔壁那条街的车行半年前倒闭了，里面剩下的一些车全都转给我了。这车多少钱？哎呦，大哥好眼光，这车手续齐全，性能杠杠的，只要6000块。不要了，手续办快点，现在就能骑走。得嘞，马上办。这房子看着不错，马上就要天黑了，还是先回村吧，何必着急这一会儿呢？那不是王石吗？他摩托车不是卖了吗？这是哪来的？还真是，这小子不是穷的叮当响吗？咋突然发财了？李叔、张婶儿都在呢。王石啊，你这车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在外面发大财了？哪有发大财？这不是腿伤了，之前在林场干活的时候受的伤，人家赔了点钱。哦，原来是工伤赔偿啊，那也挺好，够你花一阵子了。是啊，够花一阵子了。我先回去了啊。530万，这钱该怎么花呢？这钱不能乱花，还是按照老专家说的存起来靠谱。王先生，这几款都是我们行里针对高净值客户定制的。您看这款，期限灵活，年化收益能达到4.5%，500万存进去，每年光利息就20多万。20多万啊！放在以前，我在林场得工作10年也才只有20万。可是老专家是不会骗我的，留下点钱准备买房子，剩下的还是全存定息比较靠谱。经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这人胆小，经不起折腾。您放心，我们这是保本浮动收益，风险极低。我心里有数，100万留作活期，剩下的全部存3年定期。行吧，您的意愿我们尊重。手续办完大概需要10分钟，您稍等。不过，您如果改变想法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那不是王石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老二回来了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为了少华的事儿，女方家里又提条件了，彩礼要28.8万，外加1辆车，我这手头紧，你看你能不能支持一点？哥，你也知道，我那是林场赔的钱，没多少。没多少，你能进贵宾室？都进贵宾室了，连几万块都拿不出来。哥，你从哪听说我进贵宾室的？哼，都有人看到你从贵宾室里面走出来了，你说呢？哥，
他们让我进贵宾室不是因为钱多，是因为我的事比较麻烦而已。我不管，你现在新衣服穿上了，摩托车也骑上了，亲侄子要结婚，你总不能一点也不管吧？你今天必须拿5万块钱出来。上次订婚宴你让我别去，说我丢人。我到了以后，少华说我是保安，现在要钱了，倒想起我这个弟弟，我这个叔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跟我算旧账？我没那个意思，但钱我真的拿不出来，都存定期了，取不出来。姐，石头啊，吃饭了没？还没呢，刚有点事儿。那个，你上次说林场赔了钱，赔了多少啊？姐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获得赔偿款的事情被你姐夫知道了，刚好他这不是想开个小菜馆吗？店面都看好了，就差5万块启动资金。姐，我也想帮你，但钱真的不多，也就够我吃几年饭的。要是小外甥补课的那点钱还行，开饭店这事我真帮不了。钱不多，你都进贵宾室了还说钱不多，连你亲姐都骗是吧？姐，我不是不帮你，那500块我明天就还你，但开店的事我真的帮不上。行，你厉害，以后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了。王石啊，吃呢。陈村长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对，确实有点。村里这不是打算要建个新祠堂吗？这是光宗耀祖的大事，现在各家各户都在捐钱，你爸妈的牌位也在里头，只要你捐5万，就能把你爸妈放在最前面，香火不断。陈村长，我父母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父母，我哥出了多少？你侄子最近不是要结婚吗？彩礼要的挺多的，村里人也都知道，所以就要了500，毕竟还有你嘛，不是？陈村长，你有点太看得起我了。林场总共就赔了那么一点钱，都不够我自己花的，我给不了那么多。5万都不行，王石，你爸妈要是活着，也盼着你能在村里抬起头做人。陈村长，我爸妈要是在世，肯定希望我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而且我家姓王，你们可都姓陈，我们可当不起你们的香火。行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喂，哪位？王石啊，是我，赵小玲，上次相亲的那个。有事吗？听说你林场赔了不少钱，腿好点没有？我这几天一直惦记着你呢。那个，我儿子最近数学成绩不太好，想报个奥数班，要3000块。看你要是方便的话。赵小玲，上次相亲你问我存款，我说151.3块，你当场就走了。现在听说我有钱了，又来嘘寒问暖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关心你？你连我电话都没存吧？别演戏了，那点赔偿款没多少，我帮不了你。王石，你穷一辈子吧。有钱了，怎么比没钱的时候还累呢？哥，有什么事吗？如果还是为了少华彩礼的事儿，你就不用开口了。林场没有赔我那么多钱，我给不起。不是，主要是少华对那天在酒店的事情觉得很对不起你，想请你到家里吃饭给你道歉来着。来，少华，给你叔道个歉。二叔，明天来吃饭啊？那天是我不对，我当面给您道歉。嗯。道歉吗？让我看看你明天到底想干什么。哎呦，老二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这扇门我来过无数次，但从来没有一次是像今天这样被人请进来的。外面冷吧？我特意给你新买的拖鞋，你看看合不合脚？嫂子，不用换了，我脚脏，别把鞋踩脏了。说的什么话？一家人客气什么？你大哥特意嘱咐我买的，你要是不穿，他该说我了。老二来了，快坐坐。路上冷不冷？二叔您来了。以前我来站着都嫌我挡路，今天又是拖鞋又是水果，连五粮液都摆上了，这待遇还真是。老二，抽根烟，这烟不赖，100多一盒呢。哥，
我在林场工作不抽烟，你该知道的。哦，对，我忘了。马上开饭啦！少华，来帮忙端菜。哥，我坐门口就行了，以前我都是坐门口的，坐那儿习惯。以前是哥哥的不对，以后啊，你都坐这儿。老二，多吃点肉，看你瘦的，这是你大哥特意去镇上买的黑猪肉，你尝尝。嫂子，有剩饭吗？反正我以前来都是吃剩饭的，那个吃的习惯。老二，以前的事都是哥的不对，哥自罚一杯，给你赔不是。哥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二叔，那天在酒店是我嘴贱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我给您道个歉。您是我亲二叔，我不该那么说。道歉？要不是那笔钱，你们会给我道歉？恐怕连正眼都不会看我一眼吧。少华，二叔没怪你，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。对，一家人，来喝酒。来，老二啊，不瞒你说，少华这浑身又出岔子了。怎么了？二叔，女方家里又加钱了，原来要28万8，现在涨到38万8了，说要买个保障，怕我以后对她不好。老二，你说我们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？房子刚装修完，积蓄全花光了，还借了不少亲戚的。少华他爸的工资一个月就那几个钱。老二，你看你林场不是赔了点钱吗？能不能先借我们应急？不用多，先拿10万8万出来就行，我们慢慢还你。哥，我那点赔偿款真没多少，也就够我自己用的。没多少是多少，你总得有个数吧？真拿不出来，都存了定期了，取不出来。存的时候签了合同，提前取要赔违约金，划不来。王石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赔了多少钱？哥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老二，大哥求你了，少华要是结不成这个婚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那个女的他谈了3年了，没有她少华活不下去呀。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让人看见了像什么话？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老二，你就看在少华是你亲侄子的份上帮帮他吧。二叔，您就帮帮我吧，我是您亲侄子呀，您小时候还抱过我呢。小时候抱过他，现在嫌我丢人了就说我是保安。需要钱了就想起我这个二叔了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我说了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你们跪也没用。王石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是你亲哥，你亲侄子结婚你1分钱都不出，你还是人吗？哥，我不是不给，是真的没有。你要是觉得我不够意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骗谁呢？村里人都看见了，你进银行贵宾室，新衣服也穿上了，摩托车也骑上了，你跟我说没钱？那都是林场赔的，没多少。而且那摩托车是2手的，才几千块钱。林场赔的？你那天晚上跑到饭店找我说的什么瓶子？就是分家那个瓶子。你说那瓶子值钱？那瓶子是咱爸妈留下的，分家的时候可没写进去。那钱不能你一个人占着，必须有我的份儿。哥，分家的公证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老家的房子里面所有的破烂归我，存款房子地归你，那个瓶子在房子里就是我的。我不管，爸妈的东西就该1人1份。你今天不把钱拿出来，你别想走出这个门。就是，王石，你别想独吞，你一个人拿了钱，让你亲哥亲侄子喝西北风，天底下没有这个理。二叔，你要是这样，
以后咱们这个家就算完了。你别搞话没说完呢！老专家说的对，钱一漏，亲戚就全变了样，亲哥、亲嫂子、亲侄子，全冲着钱来了。老先生，我这边出了状况，我哥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得了钱，带着人上门逼我要分一半。我按照您说的死活没松口，但是他们肯定会继续闹的。我料到了，你听我说。如果回头有人打电话来问我，我会告诉他们，那个瓶子只卖了10万块钱。记住了，10万，不是530万。10万，好，我记住了。小伙子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。钱多了不是好事，尤其是在你身边都是这样的人的情况下。老先生，谢谢您，真的太谢谢您了。不用谢，你这小伙子实诚。我也愿意帮你一把，记住，谁问你都说10万，咬死了别松口。王石，你给我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把全村人都叫来了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带这么多人来，想抄家？大家评评理，这小子卖了爸妈留下的古董，几百万的钱，一分都不给我这个亲哥，我还是他亲哥吗？我养了他这么多年。王石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也不能这么绝情吧？你爸妈走得早，你哥把你拉扯大不容易。做人不能忘本呐！看着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几百万啊，一分不给亲哥，狼心狗肺。就是，连亲侄子结婚都不帮忙，这也太狠了。进去看看，说不定家里还藏着别的宝贝呢。站住！你们不是想知道那个瓶子卖了多少钱吗？合同在这儿，自己看。10万？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怎么可能只有10万？你要是不信，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问。收瓶子的人是国家级的鉴定专家，姓孙。你打过去问问他，那个瓶子卖了多少钱？这是当年分家的公证书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老家的房子里面所有的破烂归我，存款、房子、地归我哥王强。本款12万，3间大瓦房，6亩承包地归长子王强，老屋杂物及屋内一切旧物归次子王石。哥，你当年拿走了存款、房子、地，加在一起少说值几十万。我拿了一个破瓶子，卖了10万块钱，你现在跑来跟我要一半。这么一说，王强当年分的可不少啊。是啊，人家王石就分了个破瓶子，卖了10万，还得跟他哥分，没这个道理。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少说2句吧，你少说2句吧。妈的！
陈村长，你刚才说建祠堂是光宗耀祖的大事，那当然，修祠堂、敬祖宗，各家各户都应该出钱出力。王石，你爸妈的牌位也在里边，你多出点钱不应该吗？那我问你，新祠堂建好了，陈家的牌位放在哪儿？我们这些姓王的牌位又放在哪儿？那当然是按辈分、按规矩，该放哪儿放哪儿。按规矩？什么规矩？按照你们陈家的规矩吗？你们陈家占着村里80%的地，当了几十年的村长，现在连祠堂都要按你们的规矩了，把你们老陈家的牌位放在最高处，我们姓王的全部塞在角落里，是不是这个规矩？陈村长，你别以为大家不知道，你牵头修祠堂，嘴上说是为了全村人，其实就是想把你们老陈家的祖宗供在高处。我们这些姓王的不过是陪衬，捐再多的钱也是给你们陈家垫脚。陈村长，王石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说怎么让我们多捐钱，合着是给你们陈家修祠堂的。我家捐了5000，全打水漂了。陈德厚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你们听我说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不就是这样做的吗？之前的牌位我们老王家的就都在你们姓陈的下面，这事你必须跟我们说清楚，不然就退钱。退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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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这么早？姐想和你说个事儿。姐，我真的没钱，那10万块我得留着养老，你别再问我要了。我不是借钱，我是来道歉的。昨天我和你姐夫大吵了一架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为了那点钱那样对你。姐，你是我亲弟弟啊，我不想因为这点钱，连你这个弟弟都失去了。姐，我答应你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对了，还有那个赵小玲，你可千万别再搭理他了。那人就是个捞女，专门钓凯子的，不是什么好人，你离他远点。好，我记住了，谢谢姐。张总，您看这一片茂密的森林用来做木材生意，那可是上好的材料啊！招标您可一定不能错过啊！看上去确实不错。老伙计，10年前我刚来林场的时候，你还没我胳膊粗，现在得2个人才能合抱得住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咱俩天天见，以后怕是见不到了。陈村长说要把这片林子卖给木材厂，推平了建工业区。我在这儿待了10年，一草一木我都认得，就这么没了。林下经济，当初不是说要搞林下经济吗？种蘑菇、养鸡，搞生态旅游。陈村长说没钱，可是我有钱啊！对，我用那笔钱把林子承包下来，自己搞，不用砍树，不用推平，还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干。可是我要是突然拿出几百万来承包林子，村里人肯定要起义。王强那边刚消停，不能再惹麻烦了，得找老专家商量商量，他见过世面，肯定有办法。小伙子，你是想用那笔钱把那片林子保下来？对，老先生，我在那里待了快10年，看着他被毁，我真舍不得呀。现在不是在发展林下经济吗？我想试一试。你卖了530万，本来可以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，现在要把大部分钱投到一个看不到回报的林子里，你不后悔？不后悔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林子没了就真没了。好，我活了60多年，见过太多有钱人，像你这样有了钱还想着环保、想着乡亲的不多见。我也没那么高尚，就是舍不得。你这个忙我帮了，不过你刚才担心的那个问题，
不能让人知道是你出的钱，这个很有必要。老先生，您有办法？刘总，我的老朋友开生态公司的，让他出面去招标，对外就说他是投资方，你当幕后老板，不露脸。这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法律上没问题，你出钱，他出团队，利润按比例分。村里人只知道有个大老板来投资，不会想到是你。老先生，谢谢您，真的太谢谢您了。别急着谢，你先想清楚，投多少钱，留多少钱。我要提醒你，做生意有赚有赔，不是稳赚不赔的。老先生，我留100万够养老就行，剩下的全投进去。司老，您急急忙叫我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位是小王，我的一个小友，有个项目想找你合作。小王想保住那片林子，搞林下经济，资金他出，招标和运营你看行不行？王先生，方便问一下，您能投入多少资金？430万。这个规模不小啊，王先生，您对项目有什么具体要求？第一，不许砍树；第二，不许破坏环境；第三，能带着村里人一起挣钱。别的，您说了算。王先生，您这3条比那些整天盯着利润的老板强多了，这活儿我接了。那你们商量一下具体怎么操作。记住，小王的身份要保密，对外就说你是投资方。明白。王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会以我公司的名义去参加招标，手续、合同、运营全都我来办，您就安心当您的幕后老板。刘总，那就麻烦您了。王先生，叫我老刘就行。您这不是给我找麻烦，是给我找了个好项目。100万留作养老，剩下的全部投进林子里。刘总说，如果项目做得好，3、5年就能回本，以后每年还能有几十万的利润。以前做梦都没想到，我王氏有一天能当老板，还是那种不露脸的老板。林子，我保定了。下面开始竞标，本次招标的是青山林场30年经营权，底价200万，请各家公司依次报价。我出250万，林子砍了卖木材，3年回本，后面的都是纯利润。我公司出价300万，但我不是来砍树的。哦，刘总，您详细说说。我们之前调查了解过，这片林场之前就有过发展林下经济的想法，可是后来因为资金的原因而搁置。我们这次来就是带来了充足的资金，为发展林下经济而来。300万？你疯了吧？那片林子根本不值这个价，你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，能赚钱吗？张总，砍树确实能赚快钱，但树砍完了，地就废了。林下经济是可持续的，年年有收益，还能保护环境，这笔账算得过来。张总，您还加价吗？我出320万，350万，380万，400万。疯了，真他妈疯了！青山林场30年经营权由刘总的生态农业公司以400万中标，恭喜刘总！听说了吗？林场租出去了，不是给木材厂，是给什么生态公司。生态公司干啥的？之前不是吵着要搞什么林下经济吗？这个公司就是搞林下经济的，种蘑菇、养鸡、搞旅游，不用砍树。那可太好了，我还以为那片林子保不住了呢。听说背后的老板是个大善人，投了好几百万进去，就是为了保护这片林子。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好人，不容易啊。
林场有啥事儿啊？不是说要给木材厂了吗？不是啊，刚刚传来的消息，林场已经转给生态公司了，而且还要在咱们村子里招工，以后都会有活干的。是吗？那挺好。在林场待了那么久，真要被砍了，我还真舍不得。你在林场干了10年，这下好了，林子保住了。是啊，保住了。大善人，他们要是知道那个大善人就天天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转悠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来了！生态公司的人来了！不是说要在村里招工吗？我儿子正好从城里回来了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生态农业公司的刘建国。林场我们已经正式接手了，接下来需要大量招工。今天来主要是想找一个主管，负责带我们巡视林场，统筹日常事务，相当于咱们项目的现场负责人。工资多少啊？1个月8000，年底有奖金。8000！我在工地上累死累活，1个月才5000。我的天，这比城里白领挣的还多啊！这比我儿子在外面的工资高多了。要是我儿子能应聘上，这我媳妇可就不愁了啊！对啊，这可比在城里强多了。要是能行的话，我把我儿子也叫回来。刘总，我是这个村的村长陈德厚，村里的一草一木我都门清，林场的事儿找我当主管最合适不过了。刘总，这是我儿子王少华，正儿八经的大学生，有文化有见识，主管这种需要脑子的活非他不可。刘总，我在大学学的是管理专业，虽然刚毕业，但我学习能力很强，一定能胜任。陈村长当村长这么多年，对村里确实熟。但那大学生有文凭啊，人家学过管理的。管林子又不是管工厂，要那么多文化干啥？大学生，你家少华连林场都没去过几回吧？能认得清东南西北吗？你倒是天天去，去了也是叼根烟瞎溜达。你懂什么叫生态农业吗？各位乡亲，不用争了，主管的人选我们公司早就定好了。定好了？谁？是不是我家少华？我就说嘛，大学生的牌子摆在这儿呢。他就是我们的主管，就是王石。王石？那个看林场的王石？凭什么是他？他一个护林员，连初中都没毕业，他懂什么管理？不公平！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王石他是不是给你们公司塞钱了？你们别急着骂，仔细想想，王石在林场干了整整10年，那儿的一草一木他比谁都清楚。是啊，上次林场东边那片松毛虫还是王石发现的，要不是他及时报告，那片林子早就毁了。人家干了10年护林员，闭着眼睛都能在林子里走，选他当主管没毛病。他就是个臭看林的，他凭什么拿8000块钱1个月？我不同意。刘总，谢谢信任，林场的事儿您放心。王主管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各位乡亲，我们公司选人看的是能力和经验，不是看关系和文凭。王石在这片林场干了10年，他的专业能力我们信得过。行了，人家公司选的人，你闹什么闹？老二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哥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明天？等不到明天。我问你，那个主管的位子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你的？对，刘总前几天来林场里面考察的时候，是我接待的他。遇到这种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这种活给少华多好。
现在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有多难，你不知道吗？刘总看中我是因为我在林场干了10年，对一切都很了解。10年，你就是个看林子的。少华是大学生，这活就该让给他。二叔，您看，我之前对您是有不对的地方，但这个主管的活我真的能干好。您能不能跟刘总说说，把位子让给我？少华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二叔，您问。林场有多大？东到哪儿，西到哪儿？林场里有多少种类型的树？最常见的3种是什么？去年林场闹虫灾，是哪片区域最严重？用了什么药？你倒是说啊！我不知道。少华，你从小到大来林场的次数，1只手都数不过来。你连林子有多大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要这个岗位？王石，你少在这摆谱！你别忘了，我是你亲哥。哥，我从来没忘，但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么多年，你把我当过亲弟弟吗？行，王石，你有种，以后别抽到我头上。这片坡地朝南，日照足，土壤排水性好，适合种香菇和木耳。以前我试过，产量不错。那片地势低，湿度大，适合养鸡，而且离水源近，方便。王石，你对这片林子是真熟啊！待了10年，闭着眼睛都能走。这片松林可以做生态旅游的起点，树龄都在20年以上，夏天凉快，秋天还能捡松塔。修一条步道，再搞几个观景台，城里人肯定喜欢。都记下来。回去做方案。刘总，看我们这个项目。王主管，多亏了有你啊！本来还觉得前期收集信息的过程会很长，我们甚至都做好了长期作战的打算。现在有了你的帮助，最多再有1个星期，基本上就可以全部完成了。能帮上忙总是好的，毕竟……不过这样的话，我们原本定好的招人计划就有点来不及了。王主管，你就是这个村里的人。不如招人的事情也一并由你负责吧。这能行吗？肯定行。王石，我家二小子想找个活干，我身子骨硬朗，林场里的活我啥都能干。王石，你可不能偏心啊，咱们可都是老邻居。把我家娃也记上。别急，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都有机会，谁再急我就不登记了。排好队，不排队的不给登记。老二，忙着呢。老二，少华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，他毕竟是大学生，有文化，你随便给他安排个职位就成。哥，招人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得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。王石，之前订婚宴的事儿、借钱的事儿你都没帮忙，行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这次你要是再不帮少华，咱们这兄弟就算是到头了。你摸着良心说，爸妈走的时候你才多大？是我把你拉扯大的，现在你出息了，连亲侄子都不管了。你要是这次还不帮忙，从今往后咱们1刀2断，断绝关系。
哥，你别说了。少华，你在大学学过什么？二叔，我学的工商管理，还辅修过金融、会计、财务那些，我都懂一些。行，那你就去管财务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干不好一样得走人。这才对嘛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陈村长，有事儿？王石啊，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。你在林场这些年，我可没少照顾你吧？你看，我当村长这么多年，村里的大事小情哪样不是我操持的？林场要搞项目，我这个村长怎么着也得有个位置吧？后勤呐、协调啊，这些我都拿手。陈村长虽然有时候爱摆谱，但这些年确实没为难过我。逢年过节还让人给我送过2回肉。后勤的工作其实做的确实也还不错，如果真能好好干的话，倒也不是不行。行，陈村长，后勤的事就麻烦你了，负责物资管理、人员协调，能行吗？行，当然行，你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总算是都安排妥了，除了……石头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儿啊？姐，姐夫找到工作了吗？别提了，你姐夫就是个厨子，除了炒菜啥也不会。现在饭店都不好干，人家招人都要年轻的，他跑了半个多月了，一个地儿都没找着。昨天他还跟我发脾气，说实在不行就去工地搬砖，可他那腰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搬砖能搬几天？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们林场这边要搞生态旅游，缺一个搞餐饮的。姐夫不是会炒菜吗？可以来林场开个农家乐。开农家乐那得多少钱啊？我们哪来的启动资金？姐，生态公司这边可以提供无息贷款，专门扶持项目配套的。你让姐夫先来看看，合适的话就定下来。石头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帮的忙？姐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帮过我，我也该帮你。行，我明天就让你姐夫去看看。石头，谢谢你。姐，跟我还客气啥？王主管，进度比预想的快多了，照这个速度，再有2个月就能试运营。大家干劲儿足，自然就快。毕竟在家门口就能挣钱，谁不愿意好好干？这都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在村里张罗，哪能这么快上轨道？刘总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就是个干活的。石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农家乐的位置太好了，就在林场入口，游客一来就能看见。我琢磨着，除了炒菜，再搞几个柴火灶，让游客自己动手做饭，肯定火。姐夫，你看着办就行，你是专业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不给你丢人。少华，忙呢。陈村长，有事儿？你看看这个，昨天采购了一批物资，价格我填的稍微高了一点点。这高的可不止一点点吧？少华，你二叔就是个粗人，他哪看得懂账本？咱们2个配合一下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你放心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你确定不会被发现？放心吧，我做村长这么多年，这种事儿门儿清。你只管在账上做平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商量点工作上的事儿。
王主管，你找我？刘总，您看看这个，这几个月的采购价格，总觉得不太对劲。我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门道，但我还识数，这数字怎么看怎么不对。这些价格确实偏高，而且有些物资的采购量根本用不了这么多。王主管，你怀疑？我怀疑有人在账上做了手脚，但我没有证据，也不敢打草惊蛇。这事儿我来处理。我明天从总公司调个审计过来，暗中查一下。刘总，如果他们真的，您打算怎么办？王主管，我知道你心善，但如果他们真的做了违法的事儿，就必须承担后果。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决定的事。刘总，你按规矩办吧。完了！王少华，你们涉嫌职务侵占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王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王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少华是你亲侄，你居然报警抓他！哥，不是我报的警，就是你，你就是看不得少华好，一个白眼狼！二叔，你行，你真行！王石，你勾结外人害自己人，你不是东西！少华，我的儿啊！你们放开我儿子，他什么都没做。真没想到陈村长能干出这种事儿。那王少华也是，好好的大学生，干点什么不好，非要贪那点钱。王石，你满意了？你害了你亲侄子，你还算是人吗？哥，是他们先做错了事，做错事儿那点钱算个屁！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非要把事情做绝？王强，你不用怪王石，这件事是我报的警，也是我让人查的。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管我们家的事儿？因为这家公司是我和王石2个人一起开的，我出技术，王石出了400多万的资金，这个公司我俩1人1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磐石生态公司真正的负责人、真正的老板是王石，他往里面投了400多万，530万。王石是老板。老二，你帮帮少华吧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一时糊涂，你原谅他这一次吧。老二，哥刚才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少华是你亲侄子啊，你不能不管他呀。哥，嫂子，不是我不帮，法律的事儿我说了不算。那你跟警察说你不追究了，你撤案。这是刑事案件，不是民事纠纷，不是当事人说不追究就能撤的。二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救救我！爸妈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的儿子没给你们丢人。从那个破罐子到530万，从530万到这片林子，钱花完了还可以再赚，但林子要是没了，就真的没了。现在这样挺好。石头，回家吃饭了，
今天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好。